我跟他结婚这几年，真是大风大浪，什么都经历过了，跟演电视剧似的。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幸亏有他，我才能结婚。我从来没嫌弃过他家穷，但至少他得靠谱啊。没想到他一点也不靠谱。也不光是我一个人不靠谱，他和我妈妈也有矛盾。现在他想复婚，但是我考虑这婚不能轻易复，我想请专家帮我看看。是命运教我的。想说复婚不容易，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经的夫妻分开？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想再一次的走到一起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刘，39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工人；女嘉宾小李，36岁，同样来自黑龙江，是一名保险业务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谁提出的离婚啊？我是你。离婚多久了？离婚1年多了。1年多了，现在谁提出复婚呢？他。我不想复婚。不想复婚，你来这儿干嘛呀？我想让张家帮我评解一下。你们这个复婚有什么不能复的理由吗？我们之间矛盾太多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呢？从我们俩开始认识处对象的时候就开始了。怎么了？我俩刚处对象的时候，他家就非常困难。我俩是在厂子上班认识的。那时候他追我的时候，我把他带到家里，我父母就嫌乎他身体单薄，而且家庭条件又不好。我爸妈说的，他还是农村的，将来以后成了家，不能总在外边漂泊打工，得回到家里去种地吧。他那身体将来要种地，没有体格根本不行，所以你跟着他将来得遭罪，所以我爸妈不同意。那时候我硬跟着他了，结婚才要了3万块钱彩礼，他都拿不出来，实在没有，说拿1万也行吧，给我拿1万块钱，他去张罗钱去，张罗结婚。最后就整了8000块钱，实在是太少了。完了我一生气，在他家一天早上洗完头，离着车站得有2-3里地啊，我走到车站，给我冻的耳朵水凉的大泡，就剩耳根子活动了，差点把耳朵没给我冻丢了。我走到车站完，然后我回家我姐问我为啥回来了呢，说定日子了吗？我也没吱声。然后我姐给他打电话说的怎么回事啊？完了他说啥呢？差2000块钱他就不结婚。我大姐说的处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2000块钱就不结婚。说你来吧，上我这儿来，我给你拿2000块钱，你们结婚吧。是我姐给拿的钱，我们结的婚。这就是说明我大姨子是看我这人行啊，我对你好啊，是对我好。结婚3天这矛盾就出来了。结婚3天老婆婆就要改嫁。完我说妈，因为啥呀？好像说这儿媳妇刚进门对你咋地了的似的。完老太说啥呢？因为家里饥荒，说该人家6000块钱，这钱要不给人家的情况下，就得我去跟人过日子去。这没招了，我把钱拿出来给还饥荒。这就说明你孝心吗？这所以说我也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也是我孝心。拼命去打行，我认了，我认做。然后结婚刚不长时间就怀孕了，怀孕之后这一发现他家积婚可多了，那时候积婚就达到快3万多了。那么多积婚要孩子不跟遭罪吗？我就不想要这孩子，所以我就买了瓶药吃了，我寻思把孩子打下去得了。你吃什么药啊？打胎药。不过这孩子命挺大的，没有打下去，实在打不下去没招，我就得为这孩子负责任。我寻思我就跟他干吧。那时候我带孩子8个多月，我跟他上地去扒苞米去。生完孩子开始科2打工，跟他拼搏，先把积婚还上。还完积婚，我寻思孩子大了，等到上学的时候，不能让他在农村上学，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嘛。我寻思好好干完，然后在市里争取买个房子。我们家里有19亩多地，其中有他大哥6亩半，他和我妈一家6亩半，一共19亩半地。我和孩子连地都没有，就这点地。完了，他大哥是单身一个人。完，我寻思等那个地一堆在一起卖了，就当我帮我们了。然后我跟我大哥商量，我说那地你先给我们卖3年，卖了之后我们先在市里交个首付，买个房，将来孩子在市里能好好上学呀。完，我大哥说啥不帮我们？就因为这个，我们总是吵。我是那凭咱自己能力，人家乐帮就帮你，不乐帮你，非得说我去那个跟他打下去闹去啊。那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本分。哥兄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那后来你们住进城里了吗？住进去了，那不是挺好吗？
那还有呢，再说因为这个地还有老太太和我妹妹都特别偏向我大哥啊。那时候那个地吧，寻思这没卖3年，没用他帮，我也把房买了，行了。完然后又到价个3年了，我寻思把地咱卖了，说谁卖地谁养活老太太。我寻思我大哥没有家，就得我俩照顾老太太。我寻思把地卖了之后，把家里农村的是土房，那土房还平顶的，只漏土，直漏，一下雨就漏。我寻思把地卖完3年吧，能够把房盖换上的。完了，我卖给他妹妹，他妹妹家包地种啊，不能卖给别人，才200块钱1亩。我说你先给我拿2年的钱，就够整房盖了吧？你们等于是把土地出租是吧？对。啊，那不叫卖地，那叫出租。你看。对。啊，这听了半天。2年的钱，我说你先给拿2年的，完了先答应了，同意拿2年的。不知道回家过了几天咋想的，没跟我说，直接跟他说了，哦，不买了，没有钱了，他跟我削。完了，我俩就回市里了，没在家等着卖地。完了，我回市里，他大哥在家卖地了。他大哥说要买车，卖地也把地卖给他妹妹了。卖3年了，他妹妹也把钱拿出来了，一吨3年的钱都拿出来。我们拿他就拿不出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不都因为家里的琐事吗？他关键我一提他就不听啊，我一说他家里他就不乐意，就跟我干仗啊。后来完了，然后那个老太太又有病了，有病不是谁卖地谁管老太太吗？我大哥给地卖了吗？完了，他管老太太，他给老太太送医院去了，拿1000块钱交上住院费了，然后给我们打电话，我去了。我去之后了，到时人大夫交款的时候，他不交了，拿不出来钱，没招了，我得交啊，不能看老太太不治啊。我那医院伺候半个月，老太太是脑梗，必须得按摩，半拉身不好使，给按摩给洗脸。我去给洗脸去，老太太说啥呢？你那手太喇叭了。我说妈，我这不跟你儿子享福享的吗？我要啥也不干，我再也不能这么喇叭。他有病，那你非得和他一样的吗？行，他是老人，我不跟他一样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回家，我总拿这事儿在我心里憋屈。我一不顺心的时候，我就提，跟他提的时候，他就生气，完生气打我。有一次打我不说，还要走，不跟我过了，动不动拿离婚说事儿。现在这条件过好了，我在外边的时候勒着苦日子跟你过了，过到今天，现在有点好转了，你动不动就家打我，还一整离家走，要离婚。你打人啊？给我逼的，你知道吧？他始终就跟你俩要干仗，你跟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就是那这给我整急眼了，我就还手了。你们俩是对殴是吗？是的。哦，那就不是他单打你是吧？不是，是你先打他，然后他还手。是的。啊，这是男人手重，你怎么能打媳妇呢？是吧？再不算呢，完一整就走。有一次走骑自行车走。他离家出走啊？他说啥呢？这活啥意思呀？这日子真没法过了，这活真没劲。说走吧，不如让车撞死了。虽然说那么吵，也是有感情的，我担心他怕万一出去有点啥事儿。完，然后我就跟着骑自行车，我在后座子跟着坐着过那个斑马线，一个大卡麻子拉一车沙子过来了，给我俩撞出10多米远，给我撞的撕脱性骨折。给他创折3根软肋，这都是打仗造成的吗？啊，那就别打了呗。关键你生气呀！你说家里这些事儿啊，然后你去年就提出离婚了。对。你是因为什么事儿提的离婚啊？就是因为家里这回因为我妈妈老太太这不是得这脑梗还离不开人，我寻把她接到市里来，还有照应，孩子也上学，我就在家就不去干去了，我就在家伺候孩子和老人吧，给她接来吧。完了回家寻思去卖地去吧，这一说卖这地，我妈说啥呢？哎呀，这地谁你也不能卖了，地得归我自己管了，我自己吃个小药得那个小病我就自己够看了，我要是那什么得大病的时候呢，你们凭心思能给我管我呢就管我，不管我就拉倒了。这因为这事儿回来我也生气，我俩回来又吵起来了，吵起来他打我，给3个板凳摞到一起抡削我，打得我半天都上不来气儿。那我是也喝点酒。那是说是太生气了。你是经常喝酒吗？不的，他就现在刚那什么喝点酒，完然后就因为这事儿生气喝的打我。所以你提出离婚了是吧？对。然后你们就离了。孩子跟谁了？跟他了。男孩女孩？小女孩，今年12。哦，听来大概是不是这几方面的问题哈？主要是跟婆家关系不是那么好，是老觉得自己的婆婆偏向了大伯是吧？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等于婆婆出现了养老的问题。是的。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在你们俩12年的这个曾经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除了跟家里生气，你们平常日子过得怎么样？
好吗？我俩感情还……当时为什么离婚的时候没把闺女带走呢？我姑娘不跟我，跟她好。为什么你闺女不跟你呢？我性格不好，我跟孩子也爱打仗。你会动手打闺女啊？嗯。他打孩子是怎么的？他是太武力了，就武力解决啊！哎，这用这个管孩子，他跟我母亲也是说他发生那个冲突，他打孩子，这我母亲不让吗？你越不让我越来接。哦，听明白了，你特想复婚？我特想复婚，是为了这个孩子的成长，跟你没关系是吧？有关系，他这人心好啊，你离了他行不？不好过。你那时候为什么同意跟他离婚啊？那跟我就是感情说太激化了，就是现在离婚也就缓和一下吧。哦，你们拿离婚做缓和是吧？你们行，离开了这1年多，想他吗？没想。真没想过哈？啊？偶尔的。哦。在外边难的时候还想想他对我好。哦。但是为什么不想跟他复婚呢？又觉得过去受的苦太多了，是吧？是的。过不去这坎儿，是不是？是的。啊，好了，这一对该怎么办呢？问题交给我们的4位老师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幸福都是一样的，不幸各有各的不幸。女的觉得家暴是不幸，但你是受虐的那一方，也是施虐的那一方。其实你老公打你次数没有你打老公次数多，是吧？是的。要说家暴的话，你老公应该哭得比你更惨。你觉得你管得住你的手吗？打老公打孩子的手。我要不生气的时候，我不能打。啊，生气就打呀。你能管得住你的手吗？管不住就别复婚。复婚干嘛呢？继续打老公，继续打女儿。女儿12岁了，她现在肯定记得很清楚，对于将来的每一件事情。你现在哭了是因为你想女儿，还是觉得对不起她呀？对不起孩子。所以我说，离婚这事儿未必对不起孩子。咱们很多人都强调说不要有单亲家庭，怎么那么不幸福？但如果有家暴的家长离婚了，少了一份挨打，那还不如离婚呢。这是一个不幸。还有一个不幸，跟婆婆吵架，你打孩子，你没事还家里不和睦，跟老公还干仗，自己这不愿意那不愿意。当初怀孕时候就想吃药把孩子给干掉，这些事儿哪个婆婆能高兴啊？这样的处理方式幸福了才怪呢，因为啥事儿你都没处理好。解决方案很简单，如果回去能好好过，不打孩子不打老公，凡事好好跟老婆商量，别跟家里闹矛盾，把有限的日子过得更好，一步一步来，那就复婚。如果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复了不还得离吗？我喜欢这大姐这脾气，刀子嘴豆腐心啊。我看她说的时候都挺恶狠狠，但是最后那事儿吧，反正一件她没少干。该伺候的伺候了，是该花的钱花了，是该想得到的那点利是啥也没得着。你要说你真得着什么了，你也值。你啥也没得着啊，婚也离了，是不是？要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觉得谁家也都不容易。您要是说以后再找一别的男的哈，我估计也得有新问题出现。夫妻还是那原装的最好。听你这话，你就说希望你们这女同胞能就坡下驴就富了，是吧？哎，我是这意思，就原装的最好，何况有孩子。我觉得那孩子肯定也是，再后妈再怎么好也没有亲妈好，这毋庸置疑。我能理解，当妈的要是打那孩子2下，也是因为爱他，只不过是方法错了。我给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也有点暴脾气，就后来啊也是就想改这暴脾气。就是你想骂或者想打想出手或者想发火这一刹那，稍微等5下，你都不用多等，就数1、2、3、4、5，你这个情绪一下子就能有这样一个缓冲。大哥，你抄凳子的时候你也想一下，有时候就会觉得也不至于那么大气儿，2口子能有多大气儿？所以我是挺看好您2位的。一上台，你们俩一人说了一句话，你觉得矛盾深，你觉得矛盾多。但我们听来听去呢，跟你们俩感情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都是跟钱有关系。打一开始，礼金从预期的3万减到了1万，最后1万也没有，8000，那2000还是你姐姐给补的，图什么呢？其实你图的不就是他这个人吗？
是的。身体不好，你还是愿意跟他，挣钱也不多，你还是愿意跟他，为什么？为的不就是那份情吗？是。你们感情有问题吗？没有。他心思扑在哪儿了？的确都为了这个家。对，单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女儿跟他不跟你，而且老公在家里的是满十大局的，都是被你打的不行了是吧？是的。才敢还手，有孩子，结婚12年了，这是多么深的感情。你们离婚了，你现在又其实还是没着没落的，对不对？否则你嘴上说我不想来，不想复婚，那你今天来了，其实你这个心思也是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了。你前夫现在也是心里一直有你，你们现在复婚的契机是非常大，只要摆正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动不动就用手去解决问题，多用嘴，多跟他聊聊天，多想想你们好的事情，对方做过什么令你感动的事，你这个家庭是有多么的重要，好吧？我希望你们俩和好，就这样。谢谢徐老师。一个是善良的女人，一个是老实而本分的男人。为什么这么一对朴素的夫妻，这日子就会过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一对与人为善、孝敬老人的夫妻，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可能这个问题女方一直在想，我对人不错呀，我对老太太也不错呀，我们一对夫妻一直是与人为善的，为什么会导致到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女方一定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女方的答案应该是人善被人欺吧，马善被人骑吧，恨自己的男人没有用吧。女方是不是这样想的？是的。对，但是我告诉你，说你们善良，你们也善良；说你们不善良，也不善良。你们对外人确实很善良，你们对对方却一点都不善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你们窝里横，你们不一致对外，你们就把那些心思，把那些狠劲儿花在对方身上，这是你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虽然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但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吵与来迟。其实真正一个人的忍耐是一个人的强大之处。你们俩错就错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把外边的那些事儿撇开，正儿八经过自己的日子，因为你们心里很明白，对方都很好，对这个家庭也很好，对自己也很好，但为什么要为了外界的那些不相干或者是那些不善良的人对你们的误解，而导致你们本身内部家庭的纷争呢？恰恰是外面的那些人的从中作梗，或者是一些某些情绪，你们才要更加很好的团结在一块儿，而不能受他们的影响。关键是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因为我们明明知道男人是老实的男人，女人是善良的女人，干嘛要把那点狠劲来伤害彼此对方呢？他的妈妈也好，他那个妹妹也好，他的那个哥哥也好，由他们一边去，你就好好的疼他，是吧？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怎么可以把手伸向他和伸向自己的女儿呢？你不只是窝里反吗？正好让人笑话吗？所以我觉得是笃定的过自己的日子，抓住自己可以有的幸福。12年的婚姻，一个孩子，说句实在的，再加上女生又那么善良，男生又那么朴实，你们仨要是在一块好好过日子，其他的人会羡慕死的。好吗？不要做亲者痛仇者败的事儿，倒让别人看了笑话，把日子好好的过得红过起来，让他们看，好吗？哎，就这样。想什么呢？想以前做的的确是太不对了。咋不对呀？不应该打他，真的不应该把所有压力都施加到他身上。啊，嗨，这个哥哥到现在没娶吧？没有。对啊，老光棍啊，当妈的肯定偏袒啊。为啥妈妈没拉饥荒给大儿子娶个媳妇儿，给老儿子娶个媳妇儿啊？欠人家的不？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老妈妈呀。为什么呀？想清楚，别跟生活较劲儿。
把内心最真实的话，轻柔的跟你媳妇儿说说啊。好，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知道你也不易，是他们都是误解你。其实我做的也不对，我请你原谅我。回来吧，老婆。你这些年对我做的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为这家付出这么多，反而都这么对我，真的让我太伤心了。愿用一生为你守候。没话了。一天一地流过。请亮灯。都说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显然他们不是话不投机，是不知道怎么说。这10几年来动手动惯了，打惯了哈。好吧，我们还有一次再次求助的机会，两位谁选？我选。来看一下，有3种方式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的向爱情导师进行提问。你的选择是？向爱情导师求助。来，涂老师。我的说法很简单，作为夫妻，把自己真正的善良和温柔留给自己的爱人。外人能够理解，你是幸运的；外人不能够理解，你也未必是不幸运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最重要的，抓紧时间复婚吧。就这样。来，两位。谢谢老师。请交换箱子。请回吧，两位。一对12年的夫妻，因为家庭琐事，最后走向离异。来，请关门。离异1年之后，两个人大概都会对家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有了眷恋。虽然没有悬念，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想知道。一起数5个数，5、4、3、2、1，请开。就是爱你爱你，抱一下，抱一下，抱，使劲抱。男生有什么秘密呢？一般女的看了也就融化了。老婆，回来吧。我知道你脾气不好，我可以让你，包容你，我不放心把你交给别人。我是爱你的。来，站在这儿来，有礼物送给你们。现场成功牵手的嘉宾将会获得由 Bolon 暴龙眼镜提供的情侣太阳镜，成功复合的情侣还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来喊开始，喊停，来吧，开始，停。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选择幸福，选择亚赛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谢谢小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而幸福的时刻。老婆，你回来吧，会的，以后会对你好的。抱的时候幸福吗？幸福。以后再想打的时候就抱抱啊，行吗？行。来，两位请回。